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伊朗呢一個國家嘅。其實咧我之前咧一直都好想去嘅。其實佢距離土耳其咧都係算近啦。機程大概都係3個零鐘嘅。如果由 Antalya 飛嘅話，自2019年開始咧仲可以免簽添。所以咧就決定咗6月份咧就去呢個國家。其實伊朗咧即係以前嘅波斯。聖經中嘅馬代波斯咧，其實原本係兩個國家嚟嘅。馬代咧其實就係位於而家伊朗高原嘅北邊，而波斯咧就係位於伊朗高原嘅南邊，係靠近波斯灣嘅。公元前612年嘅時候咧，亞述咧就俾馬代滅咗之後，波斯就成為馬代嘅附屬國。喺公元前550年，波斯王古列二世佢就打敗咗馬代，反而咧就令到馬代就成為波斯嘅屬地啦。而之後咧佢將兩者咧就組成一個聯邦，所以咧就史稱呢個馬代波斯帝國。而版圖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，東至到印度河啦，西去到歐洲嘅希臘，南去到埃及。其實熟悉少少聖經歷史嘅人咧就會知道，係因為波斯古列王咧同埋大利烏王釋放猶太人回國，先至令到聖殿係可以重建㗎。其實呢段歷史咧係喺以斯拉啦、尼希米同埋以斯帖記裏面係有提到嘅。而其實早喺以賽亞書咧就已經預言咗咧神係會使用古列王。雖然伊朗一直都唔係個基督教國家啦，但係其實咧佢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。而我行程嘅第一站咧就係Qom啦。其實呢個地方咧本來就唔係我計劃之內嘅。但係因為德黑蘭嗰個國際機場咧，佢就喺南部嘅，距離市中心比較遠，所以我就決定先去南部玩，最後先返去德黑蘭。Qom 咧係伊朗嘅第7大城市嚟嘅。當地咧其實最出名就係呢一個清真寺啦。因為咧佢係第8任嘅伊瑪目妹嘅陵寢所在地，所以咧就成為什葉派嘅一個重要聖地啦。而呢個城市咧亦都係世界上最大嘅什葉派嘅學術中心，係伊朗嘅宗教之都嚟嘅。而另外咧呢度亦都有隻糖咧就叫蘇坑，係當地嘅一個重要嘅紀念品嚟嘅。其實我都覺得幾好食同埋幾特別。但係除此之外咧就冇其他嘢啦。所以我參觀完呢個清真寺之後咧就繼續搭車去南下去喀山。唔知大家知唔知伊朗嘅國花係咩呢？答案就係玫瑰花啦。而喀山咧就係玫瑰純露重要嘅原產地之一嚟嘅，所以咧就有玫瑰城嘅之稱。不過咧我去嘅時候咧就啱啱已經過咗季節，所以就睇唔到呢個玫瑰節。除此之外咧，喀山亦都係個古城嚟嘅，咧可以睇到好多嘅歷史古蹟啦，亦都保留咗好多波斯嘅古建築物嘅。而我咧就參觀咗呢一個嘅澡堂啦。呢度咧有500幾年嘅歷史。浴室嘅內部咧，其實佢裝飾都非常之精緻嘅。而咧最出名嘅咧就係呢度嘅屋頂咧係好有特色嘅，因為喺呢度上邊咧就有密密麻麻幾十個呢啲咁嘅半圓球體，每個球體下邊咧都係一個浴池，而且每個上面咧都會鑲嵌住一塊塊嘅玻璃，除咗採光之外咧，亦都係可以防止偷窺嘅。通過玻璃去吸收熱能啦，亦都可以保持呢個浴室嘅溫度。跟住即晚咧，我就搭夜車去咗 Shiraz。Shiraz 咧係伊朗嘅第5大城市嚟嘅，波斯嘅文化中心。係一個咧集藝術啦、文化啦、文學嘅之都，而有好出名嘅詩人同埋哲學家咧，都係喺呢度出身嘅。所以咧係有呢個伊朗嘅雅典之稱嘅。朝早到咗 Shiraz 咧，我就即刻去咗呢個莫克清真寺啦。室內咧係大量採用咗呢個粉紅色嘅瓷磚，所以咧都係俗稱為呢個粉紅清真寺。朝頭早咧陽光灑入嚟嘅時候咧係最靚嘅，所以咧我就即刻趕住嚟啦。跟住我就去咗參觀另一個都好出名嘅景點，就叫做鏡宮聖陵嘅。喺外邊咧睇落咧就平平無奇嘅，入到去咧又係呢個閃靈靈啦。呢啲咧係嚟自幾百萬嘅透明嘅一啲小玻璃咁樣樣。如果大家咧有睇到我之前
講關於敍利亞嗰條片咧，就知道咧呢一種咧係什葉派嘅清真寺嘅特色嚟嘅。咁而呢一個聖陵咧對當地人咧都係好重要，因為咧佢係第8世嘅伊瑪目兩個兄弟咧都係葬咗喺呢度嘅。而遊客喺呢度咧就唔可以自出自入嘅，咁佢哋咧就會安排一啲導覽人員咧就會去免費講解呢個地方。咁聽講咧幾個月之前咧呢度就有恐怖襲擊啦，咁就有唔少死傷，而裡面咧就有呢個位咧就嚟悼念一啲嘅死傷者。之後就去咗附近嘅另外一個聖陵嘅，咁同樣都係閃靈靈嘅什葉派清真寺啦，咁同埋都係要導覽人員去陪同參觀嘅。咁而呢度咧就係佢哋結婚行禮嘅地方。咁另外咧，佢哋就話咧呢個咧就係佢哋最大無石柱嘅 hall 嚟嘅。第二日咧，我就去咗 Persepolis 啦。咁呢個咧係伊朗必睇嘅景點嚟嘅。考古學家咧相信咧就係大利烏王時期所建嘅。咁可惜咧就喺公元前331年咧就俾亞歷山大帝咧就將成個 Persepolis 咧就燒毀咗。咁因為佢報復咧就係之前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喺150年前咧咁就燒毀咗希臘嘅雅典。咁曾經咧呢度係波斯帝國禮儀上嘅首都啦，咁即係咧就用嚟接待一啲外國嘅使臣，咁去接受萬國嘅朝拜嘅。咁主要嘅入口咧就係呢個萬國門，而入到去之後咧，其實裏邊都係好大，咁見到係有唔同嘅宮殿啦。咁雖然都破壞咗好多，但係咧其實睇得出即係昔日嗰個強盛嘅。而裏邊呢啲浮雕咧就係記錄咗昔日萬國向波斯帝國進貢嘅一啲物品。咁喺 Persepolis 嘅大院後面嘅山坡咧，就有3個係岩石裏邊鑿出嘅一個墳墓嘅。咁有2個咧就應該係阿爾塔薛西斯2世同3世嘅，而第3個咧就唔係太確定。咁考古學家咧就估計係大利烏王3世。咁參觀完咗咧，就去咗距離12公里嘅波斯帝王谷啦。咁喺呢度咧就唔係好大，咁佢就有4座嘅墓穴。咁而呢啲嘅陵墓咧已經有3000年歷史㗎啦。咁估計咧就呢4個嘅墓咧就係大利烏王1世、2世同埋薛西斯1世，仲有阿爾塔薛西斯1世。跟住我又去咗另外一個清真寺。咁咧呢個清真寺咧就有綠色清真寺之稱嘅。咁其實咧佢就係第4代伊瑪目親戚嘅陵墓嚟嘅。咁裏邊咧雖然就唔係好大啦，咁但係其實都係一樣都幾靚下，而且佢呢度亦都係同樣咧有人去講解嘅。呢度甚至乎咧仲有茶點招待。最後一日咧我就去咗呢個粉紅鹽湖。咁咧雖然而家夏天咧顏色就比較粉紅啲啦，不過去到嘅時候咧因為佢就比較乾，所以見到好多都係呢啲白色嘅鹽粒。跟住我咧就搭夜車去咗雅斯啦。咁佢咧係伊朗嘅第15大城市嚟嘅，係一座歷史古城，亦都係一個沙漠嘅城市。咁就有啲似喀山嘅，咁佢有啲獨特嘅波斯建築嘅形式啦。咁裏邊嘅古城咧亦都好似一個迷宮咁樣樣嘅。呢個咧係市中心嘅一個地標啦，一個著名嘅建築。咁佢咧係有3層嘅，咁就同其他伊朗嘅清真寺有啲唔同。不過咧我就揾唔到入口去參觀，咁淨係可以喺出面睇。附近嘅呢個星期五清真寺咧，咁其實都係好出名嘅。咁佢係出現咗喺伊朗嘅200 紙幣嘅正面嘅。咁而佢呢度嘅叫拜樓咧，亦都係伊朗嘅清真寺最高。咁咧係有52米咁高嘅。跟住咧，我就參觀咗呢一個私人花園啦。咁嚟呢度嘅原因咧，其實就係為咗呢一個伊朗最高嘅 Wind Tower。咁佢係有33米高嘅。咁而且裏邊咧呢個彩色玻璃窗咧都好精緻，同之前嗰個粉紅清真寺係有類似嘅。跟住咧我就參觀咗呢一個 Fire Temple 啦。咁其實喺未有伊斯蘭教之前咧，咁古代嘅波斯帝國嘅國教咧，咁係叫天教嘅。咁啲信徒咧就喺火前禱告，咁所以咧亦都係叫做拜火教咁樣。咁喺雅斯咧，其實佢係第2大最多天教徒嘅一個城市。咁其實都有幾萬人嘅。其實呢度咧只係一間好細嘅廟，咁佢都唔係唯一一間Fire Temple。咁點解嚟到呢度咧？因為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廟裏邊咧就係保持住呢一個聖火嘅。咁自公元470年以嚟咧都一直係燒住嘅。咁即係已經燒咗超過1500幾年，都係未斷過。到呢個天教咧，咁就梗係要去呢個
Tower of Silence 啦。咁呢度咧其實係拜火教實行天葬嘅地方嘅。咁佢啲教徒認為咧，因為啲屍體太污糟啦，咁火葬就污染咗火，水葬又污染咗水，土葬又污染咗個地。咁所以教徒咧死咗之後咧，只可以天葬。咁即係咧就係放置喺啲特定嘅聖地咧，就由一啲禿鷹咧去食嗰個屍體。咁其實咧西藏都有類似呢個天葬嘅。咁其實喺上山之前咧，就會經過一個古村。咁呢啲屋咧都係當時古時嘅一啲驛站啦，亦都係進行天葬時嗰啲葬禮人員住嘅地方嘅。咁呢度山頂上面咧就係天葬放屍體嘅地方，咁等啲禿鷹嚟食。而呢一個窿咧就係放骨頭嘅地方啦。第二日咧，我一早咧就出發去呢個 Kalous 啦。咁呢度咧係有5年高居全球最熱嘅榜首。咁大型嘅鹽化沙漠咧係伊朗唯一嘅自然遺產嚟嘅，因為呢度嘅地表咧就被黑色嘅火山熔岩覆蓋住，咁所以就容易吸收咗陽光嘅熱力啦。咁 NASA 咧曾經喺呢度咧係測到70.7度咁高溫嘅，係地球表面最高嘅溫度。咁咧，本來我咧其實取消咗呢一個行程嘅，咁因為咧6月份咧已經係太熱，好多當地人咧都唔建議我去嘅。咁但係我喺 Yas 嘅時候咧遇到個司機咧，咁佢話都可以去，咁所以咧最後就去咗啦。而我去嗰日咧其實差唔多有60度嘅，已經係專登等到日落咧先至出去，咁但係都好熱。咁雖然係咁啦，咁但係因為地形都比較特別，即係唔同其他嘅沙漠，咁所以我咧都覺得係值得嚟呢度睇嘅。跟住咧，我就去咗伊斯法罕，咁佢係伊朗嘅第3大城市，咁曾經咧係波斯嘅首都啦，咁被14個帝國統治過嘅，咁其實佢都好繁榮咧，係有呢個伊斯法罕半天下一說嘅。而其實喺聖殿重建時候咧，咁就有部分嘅猶太人係遷移去伊斯法罕定居嘅，咁而冇返到去耶路撒冷。咁據歷史學家研究咧，就係話當時猶太人檢查過當地嘅水同埋啲土壤咧，咁發現係同耶路撒冷好似，所以佢哋就喺嗰度定居。而家嘅伊斯法罕咧，其實係一個伊朗嘅文化古都啦。咁城裏邊呢個嘅伊瑪目廣場咧，係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嚟嘅，咁係世界最大嘅廣場之一。咁過去400年咧都冇乜變過。而喺廣場附近咧都有一啲宮殿同埋清真寺去參觀。但係我咧就淨係去咗呢個 Sham Mosque。喺清真寺嘅中央圓頂下邊咧，咁就有一塊石頭嘅，咁佢用嚟標誌住咧呢個建築物一個關鍵嘅升學點嚟嘅。咁喺呢一度嘅話咧，聲音係可以喺清真寺嘅其他地方咧，就喺度好響咁樣回盪。咁我自己都有試過嘅。跟住咧就去咗呢一個都係叫做星期五嘅清真寺啦。咁但係伊斯法罕嘅，咁呢個咧其實係伊朗而家嘅最古老嘅清真寺之一嚟嘅。而佢比較特別嘅咧，就係佢呢個圓拱頂裏邊嘅內廳啦，同埋嗰個柱廊大廳，咁係要人即係開門先可以入到去參觀。咁其實內廳咧就冇乜裝飾同埋呢啲陳設嘅，咁就比較純樸啲。咁但係個感覺咧就好似翻去古代一樣。最後一日咧，我就翻去德黑蘭啦。咁又係去咗清真寺啦，雖然都係值得參觀嘅，咁但係咧就已經開始睇到有啲麻木啦。喺市中心咧，咁就參觀咗呢個古列斯坦皇室宮殿啦。咁佢亦都係一個世界文化遺產，咁由17座嘅建築去組成嘅。而夜晚咧就去咗呢一個德黑蘭嘅地標 Azadi Tower。咁佢本來咧係叫做國王紀念塔嘅，咁之後咧就命名做自由紀念塔啦。咁因為呢個廣場咧其實都係當地人經常嚟示威嘅地方嘅。伊朗之旅咧，因為買唔到車飛啦，所以就去唔成麥什克，咁都有啲失望嘅。咁麥什克咧，其實就係伊朗嘅第2大城市啦。咁佢同Qom咧就有啲似嘅，咁都係一個 religious city。咁所以咧，當地人其實都覺得我冇必要去嘅。我想去嗰度咧，係因為嗰度有全世界最大嘅清真寺，對穆斯林嚟講，亦都係麥加之後嘅世界第2大聖城。咁所以咧，都想去睇一睇嘅。咁而佢咧係臨近阿富汗同埋土庫曼斯坦嘅邊境，咁我今次去唔成咧，就希望下次有機會去阿富汗嘅時候咧，咁就可以補翻呢一個地方。
而我今次嘅旅程裏邊呢，亦都有同當地人去傾偈啦，咁對伊朗呢都了解多咗嘅。咁雖然媒體報道呢對伊朗呢都係偏向負面嘅，咁所以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危險嘅，但其實呢啲都係誤解。咁去過嘅人呢，其實都知道呢當地都好安全，不過呢就有啲嘢係要留意嘅。咁伊朗呢係一個政教合一嘅國家啦，咁管治呢，都係比較專制同埋極權嘅。咁名義上呢，總統雖然係民選，咁但係其實最高領袖人呢係伊斯蘭教嘅神職人員去擔任嘅。咁有留意開新聞呢，就會知道呢當地嘅女性地位係非常之低微啦。咁佢哋一直去爭取權益，但係都唔成功。咁女性呢係一定要包好頭，咁如果唔係呢係可以拉你去坐監嘅。咁遊客都係唔可以豁免。咁其實我去嘅時候6月份呢已經好熱㗎啦，成40度。咁但係呢，我都係要着長衫長褲啦，同埋都係要包好頭。咁如果係你係女仔嘅話呢，咁就要留意呢一方面啦。而因為宗教嘅關係啦，咁當地咧亦都係嚴厲去打擊呢個同性戀嘅。咁我就識咗一個 lesbian 嘅 Snap 司機啦，咁佢就同我講咧話同性戀咧基本上都係要秘密去拍拖嘅。如果係男同性戀咧就更加大罪嘅，咁係要當眾處決。咁佢嗰陣時就同我講，幾日之前呢就有新聞係報道有個男同性戀者咧，因為俾屋企人發現咗，咁所以之後咧佢就自殺死咗啦。因為佢知道咧其實佢結果咧都係要死嘅。另外近年亦都有報道話咧，伊朗嘅政府咧係會捉一啲歐美嘅遊客咧，用嚟作為人質，咁就去交換喺其他國家嘅伊朗嘅囚犯嘅。咁因為呢個原因啦，咁其實近年就少咗好多呢啲歐美遊客嘅。咁而中國同伊朗嘅關係都係算幾好，咁所以揸中國護照嘅遊客咧就冇呢個問題啦。而我亦都係見到有好多大陸嘅團嘅。咁當地人話咧，如果我有其他歐洲嘅護照咧，亦都最好唔好攞出嚟用咯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可能會有人去監視我。伊朗同敍利亞一樣啦，都係一個被制裁嘅國家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就比敍利亞更加嚴。咁基本上大部分嘅外國網站咧都係上唔到嘅，一定要用 VPN。咁冇 VPN 嘅話咧，基本上你係裝唔到 app 咯，因為係用唔到 Google Play 嘅。但係當地咧就冇換匯呢個問題啦。咁不過同敍利亞一樣啦，咁貨幣都係不斷貶值嘅。咁所以當地人咧好多都有2、3份工。咁我遇到其中一個 Snap 司機咧。咁佢除咗係司機之外咧，亦都係一個騎馬教練啦。另外亦都有做小生意嘅，咁所以佢係打緊3份工。總括嚟講呢，咁伊朗嘅文化同埋風土人情咧，都係值得一遊嘅。咁大家有機會咧，都係可以考慮去一下呢一個國家嘅。今次就講住咁多啦，咁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。咁你哋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